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聊烧脑的话题，聊聊什么是空间。什么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听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如果您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现实和您的直觉完全不一样。空间这个概念是很难清晰的回答的。如果您去问 ChatGPT 这个问题，它就会告诉您，在物理学上，空间指的是物体存在的维度，通常是指长、宽、高这三个维度所延展出来的区域。但是，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解决所有有关空间的问题。就比如，物理学上的空间到底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如果脱离了包括能量和所有微观粒子在内的物质，空间还能独立的存在吗？第二，如果空间的存在必须依托于其他的能量或者物质，那么由于宇宙中的能量和物质是有限的，空间是否也是有限的？第三，如果空间是有限的，那空间以外又是什么？如果空间是无限的，那么有限的宇宙又怎么能容纳无限的空间呢？第四，空间是连续的吗？还是像微观粒子一样是被量子化了的？第五，空间是平坦的吗？还是卷曲的？好，我们现在就来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首先，空间能够脱离包括能量和微观粒子在内的物质而独立存在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在现实中，固然不存在一个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空间，但是在理论上，脱离物质的空间应该是存在的。可是，空间一旦脱离了物质，不就变成真空了吗？而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由于不确定性原理，即使是在真空中，也存在着能量和粒子的短暂产生和湮灭。另一方面，还会有虚粒子不断地在真空中产生，不断有粒子产生的空间，还能算是真空吗？第三，在真空中的能量并不是零，而只是处于最低的能量状态。根据狭义相对论的质能等效，真空的质量也就不是零。因此，经典力学中绝对真空，即使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空，自然也不存在脱离了能量和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空间了。如此看来，空间并不是能够独立存在的，空间的存在必然要和物质或者是能量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同时，根据相对论，空间还是可以被弯曲的，这不就更证明了空间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概念吗？事实上，空间可能更像是磁场或者电场一样，是弥漫在周围环境中的一种存在，而且空间还可以有自己的物理属性。宇宙中的物质可以对空间产生影响，它可以被弯曲、荡漾，甚至它还会不断的涌现。通过天文观测，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空间被弯曲的证据。天文学家曾经在很多的天域发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孪生星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和这个星系之间存在着诸如黑洞之类的质量巨大的天体。天体巨大的质量使得周围的空间发生了扭曲。当星系发出的光通过这片扭曲的空间时，就发生了偏转。这就像光进入了透镜之后发生折射一样。最终，星系就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多个成像，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多个孪生星系。这就是空间被扭曲的证据，因为我们发现，只有扭曲的空间才能完美地解释这种现象。至于空间的荡漾，人们已经通过13亿光年外两颗大质量的黑洞的合并观测到了。没错，引力波就是这种空间荡漾的体现。说起空间的涌现，总有朋友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光速是宇宙中的最大速度，那么为什么还会说宇宙膨胀的速度会超过光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宇宙膨胀的速度和物体移动或者是信息传递的速度是不同的。宇宙的膨胀是一种空间的膨胀，光速最大
仅仅指的是对于物体的移动和信息的传递来讲，光速是最高速度，但空间的膨胀速度则不受到这个限制。您可以设想一下，在一个气球上点2个小点，然后不断地向气球吹气，气球不断地膨胀。尽管这2个小点本身并没有移动，但是它们俩之间的距离却会越来越远。空间的膨胀和气球的胀大非常类似。而空间为什么还会不停地涌现呢？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是它的表层原因，至于说到深层原因，就是连科学家也不知道的事情了。当您理解了空间的这些物理属性之后，相应的，我前面提到的第2个问题，空间是否有限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既然宇宙大爆炸起始于138亿年前，既然大爆炸后的空间是涌现出来的，那么目前的空间也必然是像宇宙一样，是一个有界无限的存在。而且目前的观测数据表明，占宇宙成分 68.3% 的暗能量的密度似乎是不随着时间而变化，这就意味着暗能量很可能是一个宇宙常数。如果暗能量真的是宇宙常数的话，那就意味着宇宙的膨胀将永远的持续下去，不管是1万亿还是1亿亿年后，宇宙还会继续的膨胀，而宇宙中物体相互之间的距离会在这种膨胀下越来越远，最终粒子和粒子之间的距离会趋向于无穷大，宇宙会进入热寂。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空间是否连续这个问题。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除了空间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量子化的。而且对于空间，量子物理也认为空间存在着一个最小的尺度，这个最小的尺度大约是10的负35次方米，它被称为普朗克长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可以把空间理解成一种场了，而量子则变成了空间场里的激发态或者是振动。这种认识已经是量子场论的基础认识了。但是量子场论存在着和广义相对论的明显矛盾，因为在量子场论中，空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背景，而广义相对论却认为空间是可以被弯曲的。因此在量子场论的基础上出现了像弦理论这样的理论，它在把空间量子化的基础上，认为空间是由更基本的弦和膜的振动所涌现出来的产物。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空间是否平坦这个问题。在前面我已经向大家介绍过，空间是可以被弯曲的，而且质量越大的物体，周围的空间弯曲的就越厉害。但在宇宙尺度上，空间到底是平坦的还是弯曲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宇宙的看法。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空间曲率这个概念。空间曲率可以是0，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想象自己是一个生活在2维空间里的生物，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一张薄薄的纸片。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这个纸片上前后左右运动，而不能离开这张纸片。如果这张纸片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平面，它就被称为平坦空间，它的曲率就是0。但是如果这个纸片因为某种原因被折弯了，那么这个纸片的空间就是弯曲的。折弯这张纸片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让纸片上所有的直线都朝向一个方向弯曲，这时纸片的曲率就是正，纸片最终会形成一个封闭的球，或者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土豆。折弯纸片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让这张纸片相互垂直的直线朝着不同的方向弯曲，比如让所有 x 轴方向的直线都向下弯曲，而让所有 y 轴上的直线都向上弯曲，最终你得到的形状就是一个马鞍形。下面咱们可以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在一个曲率为0的平坦的空间里，您可以沿着某个方向一直的走下去，永远不会走到头。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曲率空间，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假如您是沿着一个曲率为正的空间朝某个方向一直的走下去，您就会从相反的方向回到起点。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地球上朝一个方向走，最终会回到起点一样。明白了空间的曲率，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空间到底是平坦的还是弯曲的呢？这一点在科学上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空间看上去确实是平坦的，误差在 0.4% 以内。科学家们通过2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空间的曲率非常接近于0。他们用的是哪2种方法呢？第一种是测量三角形的内角之和，在一个平坦的空间里，三角形的内角之和是180度，而在一个弯曲的空间里，这个内角和就不再是180度了。科学家采用的方法是观测早期宇宙找到非常遥远的3个点，通过研究不同地点之间空间的关系，测得的结果显示空间是平坦的。科学家们所采用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基于空间弯曲的根源，也就是宇宙的能量。广义相对论指出，宇宙中有一部分特定的能量会决定空间弯曲的朝向。事实上，人们所测得的能量密度恰好使得可观测宇宙里的空间不会发生弯曲。我这里所说的不会，也是在 0.4% 的误差范围以内的。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平坦的空间，这听起来有点平淡无奇，但是如果您仔细的一想，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既然空间的曲率是由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的多少来决定的，那么只要物质和能量比现在多一点，空间就会朝着某个方向弯曲；如果物质和能量比现在少一点，空间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弯曲。为什么这么巧？宇宙恰好是平坦的呢？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空间是平坦的，也就意味着在宇宙的早期它就已经是平坦的了。这就更让人感到奇怪了，难道真的存在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创造了这个宇宙和无限的空间吗？好，关于空间，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请允许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